泰王访法最炸的名场面终于来了。爱丽舍宫国宴之上，苏提达一身紫罗兰披风泰服惊艳全场，脖子上那条传了3代的钻石项链闪得人睁不开眼。马克龙行文手礼时，眼神里的欣赏藏都藏不住，布丽吉特更是全程挽着他的手热聊，活像一对认识多年的闺蜜。谁能想到，7年前还被朝视空姐上位的保镖王后，如今能在巴黎的顶级外交场上，把东方王后的端庄和气场拿捏得死死的。更有意思的是，连跟着出席的斯蕊范公主，造型规格都直接升了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怕公主走后，泰国王室的新牌位，借着这趟法国之行，彻底摆到了台面上。6月29号的巴黎荣军院是泰王夫妇这次国事访问的第一个正式主场。法国这边给足了牌面，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早早就在宫门口等着，红地毯一路铺到礼宾车旁，连欢迎仪仗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当天还有个小插曲，马克龙戴了一副深蓝色的墨镜出镜，一下子就成了网友调侃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阳光太刺眼，也有人开玩笑说，小马哥这是怕看苏提达王后的眼神太明显，被镜头抓拍到闹绯闻。后来官方也出来解释，说总统是因为眼疾才戴的墨镜，可即便隔着镜片，有2个细节还是藏不住他对苏提达的欣赏。第一个细节，泰王夫妇的车刚停下，马克龙立刻上前迎接，看到苏提达下车的时候，他特意抬了一下墨镜，像是要看得更清楚一点。第二个细节就是行文手礼的时候，他握着苏提达的手，轻轻低头碰了一下嘴唇，动作克制又绅士，完全是对待尊贵宾客的最高礼遇，没有半分敷衍。要知道，欧洲外交场的文手礼，分寸感特别重要，太随意显得不尊重，太亲昵又容易传绯闻。马克龙这一下，既给足了泰国王室面子，又守住了外交礼仪的边界。反观苏提达的反应更是大方得体，面带微笑，自然接受，既没有受宠若惊的局促，也没有端着王后的架子，气场稳稳的。当天2位女眷的造型也特别有看点，居然还撞了色。布丽吉特穿了一身浅粉色的法式洋装，修身的款式把她的筷子腿衬得格外显眼。73岁能有这个身材状态，确实很能打。而苏提达也选了一身同色系的浅粉色泰装，刚好和布丽吉特撞了粉色，同框的时候对比感直接拉满。苏提达这身泰装叫阿玛琳套装，是泰国传统宫廷礼服里的经典款，圆立领、实力纽扣、弧形下摆，该有的泰式元素一样没少。上衣袖口还做了满幅的手工刺绣，精致又不张扬。她梳了个利落的低发髻，只戴了一对小珍珠耳环，胸前别了一枚红宝石胸针。珠宝不多，却处处透着贵气，手里还是拎着她标志性的泰国藤编手包，低调又有辨识度。2个人站在一起，布丽吉特是法式的松弛优雅，苏提达是泰式的端庄温婉，完全是2种不同的美。更绝的是苏提达的社交能力。欢迎仪式结束后，2对夫妇并肩往大厅走，他和布丽吉特没走几步就熟络起来，2个人互相挽着胳膊，边走边聊，语气亲热的像多年没见的好姐妹。别小看这一个挽手的动作，外交场上的距离感都是有讲究的。布丽吉特愿意主动挽着苏提达，说明他对这位泰国王后印象特别好。而且苏提达全程法语交流毫无障碍，从时尚穿搭聊到城市治理，话题接得游刃有余，连旁边的泰王都插不上话，只需要笑着点头就行。跟着出席的斯蕊范公主也特别懂规矩，合影的时候，她特意站在最边上，加入合影前，还先对着泰王和苏提达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把泰国王室的尊卑礼仪做足了。马克龙夫妇看着都笑了，显然是觉得这个礼仪很特别。当天，斯蕊范穿了一身浅蓝色的都喜泰服，这种款式是所有泰服里最带西方元素的，无袖设计更显干练。面料是用天然靛蓝染料制成的泰丝，是泰国国宝级裁缝师傅亲手给他量身定制的。对比前几年他出席公务的造型，现在的款式明显更华丽、更正式，地位上升了，穿搭规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多人都说，欢迎仪式只是开胃菜，晚宴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可苏提达连开胃菜都发挥得这么稳，到了晚宴主场，直接就杀疯了。王室3位女眷都换了正式晚装，布丽吉特选了一身白色蕾丝缎面长裙，是路易威登的设计师专门给她量身定制的，包肩包袖的设计端庄又温柔，法式氛围感直接拉满。而苏提达和斯蕊范依旧坚持穿泰式传统礼服，没有跟风穿西式晚裙，这一点就特别聪明。在法国人的地盘上，穿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既显文化自信，又不容易出错，还能顺便做一波文化输出。苏提达当晚选的是一身紫罗兰色的布隆披曼泰服，这可是泰国最高规格的皇家晚装款式，特点特别鲜明，袖筒上衣配圆立领，下身是带暗纹的纱笼裙，前面有规整的褶皱，必须搭配宽腰风才能穿，浑身上下都透着华丽和庄重，只有国宴、加冕礼这种顶级场合才会拿出来穿。他特意选紫罗兰色也不是随便选的，紫色是他的生日代表色，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而且这个颜色特别挑人，冷调紫很容易显黑显老，可苏提达穿上身反而衬得皮肤白皙，贵气又温柔，在爱丽舍宫的水晶灯底下，光泽感特别绝。这身衣服最绝的设计是肩部加了一块铜面料的披风，走红毯入场的时候，初夏的晚风一吹，披风轻轻飘起来，又飒又美，拍照出片效果直接拉满。本来布隆披曼款式就偏端庄，加了披风之后，气场直接升了一个等级，既有王后的威严，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懂王室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身造型又是在致敬她的婆婆施利吉王太后。当年施利吉跟着老太王普密蓬出访欧洲的时候，就有一件黄金款的布隆披曼晚装，同样是大披风设计，当年惊艳了整个西方时尚圈，是王太后最经典的外交造型之一。苏提达这波操作，等于穿了婆婆的同款版型，换了自己的专属颜色，既表达了对前辈的尊重，又打出了自己的个人风格。明眼人都懂，这不是简单的穿搭模仿，是在告诉所有人，她接的是施利吉的衣钵，是泰国王室名正言顺的女主人。比衣服更有分量的是她脖子上戴的那条钻石项链，懂行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泰国王室著名的里维埃尔钻石项链。这条项链来头可太大了，最早属于朱拉隆功国王的王后苏瓦帕彭斯里，那位王后当年一口气收了3条差不多款式的钻石项链，后来这一条传到了施利吉王太后手里，现在又戴到了苏提达脖子上，算下来已经传了3代人。项链上的每一颗钻石都是顶级品相，纯度、光泽、切割全是天花板级别，往脖子上一戴，璀璨的晃眼睛。苏提达2023年去英国参加查尔斯3世加冕礼的时候，就戴过这条项链，这次法国国宴又戴了出来，说明这条项链已经正式从王室珠宝库划到了他的常用首饰清单里。你可别以为这只是一条好看的项链，在泰国王室，珠宝从来都不是装饰品，是身份和权力的硬通货。施利吉王太后当年是出了名的珠宝收藏家，据说有19顶王冠，各种项链、胸针、耳环数都数不清，是亚洲王室里的顶配。但这些宝贝的使用权从来都不是人人有份的，珠宝库的钥匙一直攥在施利吉手里，给谁戴、什么时候戴，全凭他一句话。苏提达2019年刚当上王后的时候，加冕大典上，她只借到了一只钻石天鹅胸针，连一对配套的耳环都凑不齐，更别说王冠了。直到2024年去瑞典参加国王寿宴，她才第一次戴上了施利吉的钻石流苏王冠，当时就有不少人说，这是她地位稳固的信号。这次法国国宴，她能把这条传了3代的主项链戴出来，意义更不一般。这等于王室正式承认了她的女主人身份，这些传承了上百年的王室珍宝，以后就是她的标配了。项链从苏瓦帕王后传到施利吉，再传到苏提达，这条传递链条本身比任何口头任命都管用，每一颗钻石都在替她证明自己的王后地位。把衣服和珠宝放在一起看，味道就更足了。穿的是泰国最顶级的传统皇家礼服，戴的是王室代代相传的顶级钻石，苏提达往那一站，什么都不用说，
该有的规矩，该有的牌面，该有的文化底蕴，全在身上了。法国人什么大牌没见过，可这种带着东方王室历史感的贵气，他们还真少见。也难怪马克龙对他这么欣赏，布丽吉特跟他这么投缘，有颜值，有仪态，有谈吐，有文化底蕴，这样的王后走到哪儿都受欢迎。这次跟着出访的斯蕊范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晚宴上，她穿了一身靛蓝色的都喜泰服，无袖设计清爽利落，泰丝面料自带高级光泽，搭配简单的珍珠首饰，端庄又不失年轻人的活力。对比前几年她出席公务的造型，现在的款式明显更精致，规格更高，一看就是地位上来了。造型团队也跟着升级了。说起来也挺感慨的，以前斯蕊范在王室就是个妥妥的边缘公主，母亲于瓦达当年出轨被废，带着4个哥哥被驱逐出境，她因为高僧一句护国神兽的预言，才被接回王宫。从小就谨小慎微，不抢权，不站队，一门心思扎进时尚圈，自己创品牌，登巴黎时装周，和各大牌设计师交朋友，活得潇洒又自在。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就是个玩时尚的花瓶公主，王室的核心权力跟她沾不上边，外交、军政、宗室这些事，全是怕公主在管，她只需要负责美，负责搞文化活动就行。可谁能想到，怕公主突然离世，王室一下子缺了扛事的人，泰王环顾一圈，居然只剩这个以前不怎么在意的女儿能顶上来。这趟法国之行，就是斯蕊范正式走上外交舞台的历练。她可不是跟着去旅游的，是带着任务去的。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里的皇家服饰走向世界主题展，就是她一手牵头策划的，从展品挑选到布展对接，全是她盯着弄的。泰王和苏提达特意抽出时间去观展，全程由斯蕊范亲自讲解，等于当着法国官方和全球媒体的面官宣了他就是泰国王室文化外交的负责人。这步棋走得特别妙，斯蕊范本身就是专业设计师，在时尚圈摸爬滚打了10几年，人脉经验都有，让他搞文化外交推广泰丝产业，完全是专业对口，比让一个不懂行的王室成员硬上效果好太多了。而且他没有母族势力，没有王位继承权，对提邦宫的储君位置构不成任何威胁，用起来特别放心。现在的斯蕊范军衔升到了上将，管着体育、文化、慈善好几个板块，外交场合也能独当一面了。从躲在姐姐身后的小公主，到能帮父王撑场面的辅政公主，她这一路走得稳扎稳打。她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永远站在泰王和王后身后半步的位置，该行礼的时候行礼，该表现的时候表现，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帕公主当年走的是军政精英路线，硬朗、专业、威望高；斯蕊范走的是文化时尚路线，柔和、亲民，有国际范儿。两个人路线不同，但都是王室需要的角色。现在斯蕊范接下了文化外交这一棒，也算没辜负姐姐留下的位置。而且她和苏提达的关系也处得特别好，两个人一个主内掌后宫礼仪，一个主外搞文化输出，配合得相得益彰。帕公主葬礼上，苏提达主动挽着斯蕊范并肩走，就是释放结盟的信号。这次出访，苏提达主动给她露脸的机会，帮她立威，也是在扶持这个靠谱的小姑子。现在王室的新铁三角已经很清晰了，苏提达稳坐后位，管外交礼仪、后宫秩序，对接军方；斯蕊范接棒文化、体育、慈善板块，当辅政公主。提邦宫在德国低调成长，施妮娜负责照顾她的生活，三方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权力全收拢在泰王手里，格局比帕公主在世的时候还要稳。看着苏提达在法国国宴上从容自信的样子，很难不让人想起她刚当上王后的时候，全网的嘲讽有多难听。7年前，马哈国王册封苏提达为王后，消息一出来，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大家说她不就是个空姐出身吗？以前是太行的空乘，后来进了王室卫队当保镖，靠讨好国王上的位，没背景没家世，撑不起王后的场面。那时候她出镜永远是低眉顺眼的样子，穿衣服也不敢太张扬，珠宝更是少得可怜。
连希拉米王妃以前的排场都比不上。可谁能想到，7年过去，当初最不被看好的苏提达，反而成了后宫里最稳的那个。50多个嫔妃争来争去，施妮娜封了又废，废了又封。希拉米回宫的消息传了1年又1年，到最后也没个准信。只有苏提达后位坐得越来越稳，权力越来越大，连王室珠宝库的钥匙都慢慢交到了他手里。他能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美貌，是脑子，是不可替代性。泰王的后宫里，年轻漂亮的姑娘一抓一大把，可能当国王搭档的只有苏提达一个。他有多厉害？50多个博士学位，精通泰语、英语、德语、法语4门语言，出国访问根本不用带翻译，直接就能跟外国元首对话。以前 APEC 峰会在曼谷开，马克龙访泰，就是苏提达全程接待，法语说的流利又地道，给法国代表团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他还懂礼仪，懂外交，懂分寸，不管什么场合都不会出错。泰王今年74岁了，精力早就不如以前，出国访问、流程对接、宾客应酬、场面把控，全靠苏提达盯着。有他在身边，泰王只需要负责微笑点头就行，剩下的事他全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哪里是王后，这就是随身带的首席外交官、贴身大管家、最强辅助。团战能不能赢不好说，但有他在，泰王永远不会掉链子。他还特别懂韬光养晦，从来不跟嫔妃争宠。后宫里今天这个得宠，明天那个上位，他从来不管，也不吃醋。泰王说带谁就带谁，永远一副温顺懂事的样子。可真到了正式场合，能站在泰王身边的，永远只有他一个。就像这次法国国事访问，后宫50多个人，泰王谁都没带，只带了苏提达和女儿斯蕊范。施妮娜在受宠，也只能在德国陪着提帮宫，连出国访问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泰王心里门清，宠归宠，用归用，能撑得起国家门面的，只有苏提达这个正牌王后。她的聪明还体现在穿搭上，这几年她出访，几乎全穿泰式传统礼服，很少穿西式晚裙。不是她穿不了西式裙子，是她太清楚自己的定位了。异国之后出访，穿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既是文化自信，也是文化输出。她每穿一套泰丝礼服，就是给泰国丝绸、泰国工艺打一次活广告，比花几个亿打广告效果都好。以前诗丽吉王太后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出访欧洲必穿泰丝礼服，把泰国丝绸推向了国际时尚圈。现在苏提达接着走这条路，把泰丝文化、泰式审美带到巴黎，让全世界看到泰国文化的高级感。这波格局比那些争风吃醋的嫔妃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层级。从加冕礼上只有一只胸针，到现在带着3代传家的钻石项链站在爱丽舍宫，从被嘲讽是空姐保镖，到现在被称为亚洲最美王后，苏提达这条路走了7年。这7年里，她一步一个脚印，用零失误的表现堵住了所有人的嘴。现在的她有军方背景撑腰，有泰王的绝对信任，有民间的好感度。未来等提帮宫继位，她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太后。后宫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打到最后，赢的从来不是最得宠的那个，是最稳、最能扛事、最有价值的那个。而苏提达早就赢麻了。这趟法国之行，表面上是一次普通的国事访问，实际上是泰国王室新格局的一次公开亮相。苏提达用一身紫罗兰泰服坐稳了王后的位置，斯蕊范用一场服饰展接下了文化外交的担子。泰王用整场访问的安排，昭告了王室的权力新秩序。怕公主离开带来的权力真空，已经被慢慢填上了。王室的车轮还在按部就班的往前转，而苏提达这位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王后，还在继续书写她的逆袭传奇。未来她能不能达到诗丽吉王太后的高度，我们拭目以待。